2007年池田市民文化会馆，一场规格罕见的葬礼正在举行。日本政要、商界巨头齐聚，他们正在向一位传奇谢幕——方便面之父安藤百福。他被写进日本教科书，被誉为国民企业家，一碗泡面撑起了日清这个1000亿日元的食品帝国。但就在几个月之后，日本的一家杂志社突然爆出一则惊人的消息：一名65岁的台湾妇人自称是安藤百福的亲生女儿，她正在为巨额遗产官司奔走，甚至因为经济拮据流落在大阪街头，以拾荒为生。她是谁？日清食品庞大帝国的千金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地步？而那位在世人眼中温柔勤俭爱妻的企业家楷模，又为何会平白无故忽然多出了一个女儿？大家好，我是胖猫，咱们今天不讲创业史，来八卦一下安藤百福这位日清食品帝国的创办人，方便面神话故事的另一面，一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今天提起方便面之父日清的创办人安藤百福，光听名字你大概不会多想，自然会以为他是日本人。其实不是，他并非生于日本，而是在台湾，是地地道道的台湾人。1910年，明治43年，出生地台南县东石郡朴子街，那时候他的名字叫吴百福。吴家的家境不算差，在台南开布庄做吴服、绸缎布料的生意。但有一点很不幸，吴百福的双亲早早去世，他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祖父母二人是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对这个没爹妈的小孙子平时是疼爱有加，毕竟是家族未来的传承。所以从小他们就在铺子里教吴百福打算盘、学记账，也教他如何谈价识货。那间布庄就是他人生的第一所商学院。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从小吴百福就把很多问题那是看得明明白白。做生意赚钱这档子事儿，靠的不是书本里那些死记硬背的知乎者也，而是眼光、手速和胆量。1932年，年仅22岁的吴百福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决定要东渡日本去大阪。那么为啥是大阪呀？因为当时的大阪被誉为东洋的曼彻斯特，是日本纺织品和针织品的生产与批发中心。你猜猜他去大阪带了多少钱？整整19万日元。据说这是他老爹在世的时候给他留下的创业基金，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在当年那是妥妥的巨款。我举个例子，各位就明白了。1933年，吴百福去大阪的第二年，东京六本木的一个小公寓里，佳能的创办人玉手洗衣和几个哥们儿正在为凑钱买一台420日元的德国徕卡相机犯愁。他们想搞一台徕卡，把它拆散了，copy 一台新相机出来创业，结果这钱硬是凑不出来。你想想，而吴百福呢，他可不是玩这种穷酸式的创业，他一上来就进驻大阪最繁华的商业区，该租办公室的租办公室，该请伙计的请伙计，开启了一家商行，取名日东商会。做什么呀？当然是老本行，贩布。日本的工业能力比起台湾那要强上许多像袜子、内衣这些针织品成本极低，可在台湾，包括在当时整个中华圈，日本东洋货在当年那就是高品质，是稀缺货。吴百福混的是如鱼得水，他既懂日语，熟悉日本人的生意规则，又懂台湾，知道本地人的生意经。从大阪工厂低价批发针织品，再走海运回台湾卖，甚至转口到中国大陆，这一进一出，利润翻了几番。就这样，吴百福这位富二代公子哥赚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年轻气盛、事业顺风的吴老板，生意场上得意，身边自然也少不了红颜。那一年大约是1938年，他从大阪回到台湾，在台北偶然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金英。金英出生在台北，是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高材生。那一年他正好回乡探亲。当吴百福第一次见到金英，是一见钟情，接下来大老板出手，自然是穷追不舍。可金英并没有被打动，他知道这位吴先生早就有了家室，他的正妻叫黄秀梅。10年前，18岁的吴百福就娶了她。秀梅是童养媳，从小就被吴家收养，没上过学，一直在家里面帮工。所以当吴百福出现，带着金钱、野心和欲望对金英展开追求时，金英拒绝了。他不想做别人的小，但吴百福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竟然闹出了服毒自杀这样的苦情戏。
虽然后来命是保住了，可这一闹把整个吴家都给搅翻了。最后竟是大房秀梅亲自去找到金英，苦口婆心地劝她说：妹妹，我丈夫太喜欢你了，请你跟他一起去大阪吧。这话说的就像在演言情剧，可那不是戏啊，那是真事。真实的世界永远比小说电影更精彩。金英最后还是妥协了，她退学离开奈良，跟着伍百福去了大阪，做了二房。有人说秀梅自卑，说她没念过书，觉得自己帮不了丈夫，反倒是这位受过教育懂日语的金英能为伍百福的日本事业添砖加瓦。但要我说啊，她很聪明，她将自己的长子洪寿交给了伍百福，与金英一起去了大阪，自己呢却没有跟过去。而长子洪寿最终成了日清食品第2代社长，虽然没干几天，被三房的儿子安藤弘基干掉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并非今天的主线剧情。咱们再把镜头拉回到1939年，伍百福与金英正式在大阪同居，次年生下长子洪南，接着41年次子伍德，1942年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美和。美和出生在大阪，户籍登记的名字叫伍美和子。没错，这个女孩就是几十年后咱们开篇讲的在日本街头拾荒想要讨回父亲遗产的伍美和。就在这个时候，吴老板在大阪的生意出了点小问题，纺织和布匹贸易是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呀？因为时局变了，日本进入战时体制，民营经济被全面收编。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39年国民征用令，41年国家商品控制令，一条条新法下去，市场被军部接管，原料价格配给全部都归国家管。伍百福后来在自传里自己说道，情势只会越来越糟。不过这些啊，丝毫没有挡住吴老板那颗在情感上异动的心。在1943年左右，作为关西财界的年轻新贵，吴老板已经是顶级社交场所大阪俱乐部的常客。也正是在那里，他邂逅了未来的第3任妻子，她的名字叫安藤仁子。这场婚外情迅速升温，从1943年到1944年，伍百福与仁子在外面频繁约会，这彻底点燃了当时家中的妻子金英的怒火。金英是一位好强、自尊心极高的女性啊，毕竟人家在奈良上过师范大学，她无法容忍丈夫的公然背叛。每当伍百福带着约会后的酒气在深夜醉醺醺的回家时，金英也会不甘示弱的在丈夫面前大口喝酒。这算什么？是你作我也作，这日子啊根本就没法过了。眼前只有一条路，离婚。1945年的春天，金英的怨恨达到了顶点，她做出决定，毅然带着孩子们从神户港登上了前往台湾基隆港的客船。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金英发誓要与伍百福一刀两断，恩断义绝。回到台湾后，金英带着孩子们，日子啊并未安宁，因为战后的台湾也很乱。她与一位从中国大陆进驻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再婚，但这段婚姻不到1年就再次宣告破裂。走投无路的母子几人，时而寄住在金英位于台北万华的娘家，时而又辗转于伍百福的故乡，那里甚至还住着伍百福的第1任妻子秀梅。伍百福从日本寄来的生活费根本不足以养活3个孩子，为了生计，这位曾经的社长夫人不得不放下身段，靠着从农民那里批发点蔬菜到市场上贩卖来维持生计。而在故事的另一头，金英刚前脚踏上回台湾的船，伍百福就已经在大阪与安藤仁子结了婚。那是他的第3房，他的新人生。这自古以来都是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可这良辰美景并没有维持太久，吴老板出事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人们在战后的废墟中不知所措，当然也有人在混乱中嗅到了机会。伍百福正是后者，他的商业嗅觉一如既往的敏锐，在他的眼里处处都是机会，这是乱世的商机。他重新开始倒卖物资，那可是驾轻就熟的老手艺。那时候的日本由驻日门军最高司令部接管，许多生活用品都需要配给，什么糖、肥皂、布料、药品，反正样样都缺。他伍百福就有本事打通关节，跑去美军福利社拿货，再转手卖进黑市，价差巨大，利润惊人。他靠着这一套手段，又趁机狠狠地捞了一笔。你问美国人知不知道这事儿？当然知道，只是装作没看见，毕竟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可伍百福做得太狠了，他的生意越滚越大，人也有些小飘了。
这触及黑白两道的利益，终究有人会不满。1948年的圣诞夜，伍百福在家里办了一场宴会，请了大阪政商界的要人，酒杯交错，灯火辉映，他是意气风发。直到宴会结束，他站在门口送客，夜风很冷，雪花轻轻地飘落在他的肩头，仁子挽着他的手，两人刚想转身回屋，突然一辆美军宪兵的吉普车一个急刹停在了他们的面前，二话不说把他强行塞进了车里，罪名是逃税。从逮捕到审判不到1周，判决下来4年。伍百福大声喊冤，但没有用，谁会来听你的？财产没收，工厂充公，伍百福被送往东京，关进了巢鸭监狱。那可是当年东条英机等战犯服刑的地方，从商界名流到铁窗之下，不过只需要7天。仁子怀着身孕，带着一点私房钱，搬出了原来的大屋，在大阪池田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他挺着大肚子，拎着食物，一趟又一趟的坐电车去巢鸭监狱探望他。伍百福被捕之后， GHQ 还专门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名道姓伍百福，说违反纳税义务者必将受到严惩。这话说的那是冠冕堂皇。伍百福在狱中听到之后，那是气得直骂放屁，谁不知道谁啊？真要撕破脸，咱们谁都别装了。他开始反击，在法学学者黑田悟的支持下，他组建了律师团队，起诉 GHQ， 要求撤销判决。结果这一闹，反倒把 GHQ 闹得骑虎难下。一个商人真要闹上国际新闻，对美军的脸面也不好看啊。你说放人吧，这不等于主动认错吗？搞得下不来台。最后 GHQ 的人找到了伍百福，语气呢也变了，说吴先生啊，您看这边您签个协议，把告我们的诉讼给撤销了，我们可以考虑立刻释放你。一开始伍百福还死鸭子嘴硬，说不撤，大不了鱼死网破。可后来转念一想，不对，老话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没必要把事情做绝。你在牢里去和别人死磕，万一明天喝凉水呛死了呢？于是他点头同意，签署协议，撤回诉讼。这场拉锯来来回回折腾了整整2年。这一天，伍百福出狱了。出狱后的吴老板那是元气大伤，原来的生意做不成了。不过幸好大阪的人脉还在，靠着旧时的推荐，他受邀担任了大阪信用合作社的理事长。结果到了1957年，大阪信用合作社突然宣布要破产，说是内部资金调度出了问题，说白了就是账上没钱了。这信用社没了信用，那还了得？这事儿必须得查。一查发现，吴理事长挪用信用社的钱去买了红豆。那后面这红豆呢？钱呢？不知道，反正是一屁股烂事儿。最后给他安了一个违反信托罪的罪名。不过这次还好，他没下大狱，给判了一个缓刑。可这钱总得有人要赔啊。吴老板只能把那些好不容易从美国人手里要回来的资产再一次赔光了。这回是彻底清空了。他手上只剩下一间租来的小屋，在大阪池田市，屋子那是又破又旧。那一年是1958年，伍百福快50岁了。他坐在屋内，望着厨房正在炸天妇罗的仁子，那是感慨万千。他这一生不是没风光过，从台南到大阪，做过大老板，也吃过牢饭，大阪俱乐部的 VIP 中批，如今却落到这个地步。不行，人不能这样颓废啊！一口清酒下肚，他对着仁子高声说道：自古江东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命由我不由天，老子要做方便面。接下来就是日清公司主流叙事的经典桥段。伍百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中立志解决日本人的营养问题。我也闹不明白了，这方便面和营养有什么关系？反正是一年365天没有休息，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苦心研究，终于发明了方便面。这是一个完美的车库创业故事。当然，这件事历史上还是有争议点的。早在1955年，也就是伍百福发明鸡汤拉面的整整3年前，另一位在日台湾人张国文就已经申请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技术专利。他的产品叫味富干面。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其实不重要。就算伍百福不是第一个发明方便面的人，但他绝对是第一个将这个产品商业化的人，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且他没有完全垄断技术，反而主动开放部分专利，还牵头成立了日本拉面工业协会，当上了第1任理事长。这一招彻底做大了市场，让你去讨论他是不是抄袭者变得毫无意义，他变成了制定整个行业标准的鼻祖。
与教父。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发明家，这一点或许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营销大师、投机分子。总之，他成了，东山再起了。1966年，伍百福正式更名为安藤百福，以入赘的方式用他妻子的姓氏安藤，放弃中华民国身份，加入日本国籍。他成为了日本经济奇迹的象征，也成为了方便面之父，同时也打造了日清食品帝国。现在咱们把目光再一次转回台湾。当年那位精英，也就是安藤百福的二房，晚年过得并不好。他回到台湾后，生活困顿，却始终没有再联系过那位早已在日本功成名就的前夫。直到1971年精英去世，他的女儿吴美和才渐渐地开始用信件和电话一步步地去找那个传说中的父亲。1972年到1977年之间，安藤百福几乎每年都会安排见面，地点在大阪。他们的每一次会面都会瞒着第三任妻子安藤仁子，这不是父女久别重逢的温情戏，那更像是一场不被世人知道的私会。仁子对这件事极为反感，她不希望丈夫和台湾那边的家人再有任何牵连。1977年，35岁的吴美和来到大阪，那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从那以后，一切的联系戛然而止。根据吴美和后来自己的说法，那是因为安藤百福的新任 K 秘书开始阻拦他与父亲再接触，但他的二嫂吴许秀却告诉台湾媒体， K 秘书其实每年都会代表安藤先生来到台湾，送上生活费。吴美和成家后的生活并不宽裕，她的丈夫收入不高，她只好去考驾照，拿了出租车营业执照，靠着父亲的资助买了一辆尼桑车，靠着开出租维持生活，一干就是20年。他希望被父亲正式承认，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亲情和金钱在这一刻彻底搅在了一起。安藤百福或许起初还心软，但渐渐他觉得这个女儿在向他不断的索取，于是他让秘书出面拒绝了女儿的来信与探访。2005年，吴美和聘请律师，要求父亲在法律上承认他们之间的亲生关系。这一举动彻底触怒了安藤百福，他委托日清食品的顾问律师起草了一份保证书，这份文件更像是最后通牒。文件的第一句话就是安藤百福强烈拒绝与吴美和会面等要求，紧接着是一连串金钱往来的清单。保证书的结尾写着，吴美和深感羞愧，向神佛起誓忏悔，永不再犯。短短几页纸，把几十年的父女情一刀切开。不久后，吴美和收到律师的传真，安藤先生并未否认您的血缘关系，并将继续在经济上支援台湾的子女，但任何会面、探望、通话全被拒绝。2007年1月，安藤百福走完了他97年的一生，遗产清单上自然没有吴美和的名字。他急急忙忙地跑到大阪日清总部与律师谈判，最终日清方面提出1430万日元的和解方案，他觉得少了，拒绝签字。1个月后，大阪巨蛋举行公司葬礼，吴美和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着黑色丧服，哭喊着，请让我坐在亲属席上，让我以女儿的身份朗读悼词，让我和宏基社长打个招呼。但没有人理会他，他被警卫包围，只能在看台最上一层烧香，顺序是最后一个。葬礼之后，他的行动更激烈了，他指责日清食品，指责安藤家，誓言要讨回公道。他对媒体说，我的孩子们也过得不宽裕，我退休后只能打零工，在家乐福打扫，在医院照顾病人。为了谈判，我在大阪住了好几个月，钱都花光了，就只能去捡纸箱、捡铝罐卖钱。起初台湾媒体还同情他，但后来风向变了，他的二嫂吴许秀公开声明，请不要以吴美和的主张去代表台湾全体亲属，我们不会与安藤家争斗，只等律师的结果。最终，吴美和接受了1430万日元的和解金，但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其中的1200万被骗子骗走了。2008年，吴美和接到日清方面的通知，对方表示希望通过30 UFJ 信托银行将那笔他挣来的1430万日元正式汇入他的账户。得知消息后，吴美和的邻居 L 提出了一个好意的建议，他说，我外甥女 C 住在日本，让她帮忙处理手续，这样汇款会比较快。 C 对吴美和说，台湾的账户汇款要1个多月，如果用我的日本账户1周就能够到账。吴美和信了，他把接收日清汇款账户改成了 C 的名义。几天后，他起了疑心，拿着存折一查，1200万日元已经被转进了
邻居 L 的账户。他慌了，立刻报警，案件跨国处理，最后由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起诉 L。2012年一审判决下来， L 被判刑2年6个月。 L 当庭承诺5年内归还那笔钱，但事实上那笔钱最后一直没有还上。当记者最后问吴美和说，虽然你被骗了很可怜，但你从安藤先生那里也拿过不少钱，这些年这些钱都花去了哪里？他激动地说道，买房子啦，投资失败啦，开出租车公司又倒闭了，反正怎么折腾都不顺，我这辈子就是命苦。话音未落，他又对记者算起了账，以日清食品那种规模的企业，至少也该给我33亿日元的养老金吧。故事的最后，在台湾的一家咖啡店里，当记者最后问吴美和接下来你要去哪里时，他吃力地背起了双肩包，拉着行李箱走出门外。他说，你知道龙山寺门口的广场吗？那边很多人睡，有遮雨棚，挺方便的。龙山寺一带是台北老城区里最混乱的角落之一，那里有流浪汉，也有孤独的老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谢谢大家。